萧炎也是拱手笑着点点头道：“吞吞前辈，你们多保重，日后有机会我也会去趟神元宫找你们。诸位保重。”一行人互相的告别完毕后，苏佑微与武瑶便是不再多留，带着小龙、雨涵以及吞吞，直接对着上古圣城的上空破空而去，眨眼间便是消失在了这上古圣地之中。萧炎望着潇洒而去的苏佑微与武瑶几人，对于他们的那等强大的实力与气度，也是颇感向往。这才是真正的盖世神指强者。同样也对于神元宫的那位神秘公主元尊，也是有了更加浓烈的兴趣。曾经天元界的最强之神，如今已是成为万界神州的大传奇。萧炎心中一声呢喃，眼眸中充满着永不退缩的精芒，对于更强大的神力渴望也是愈发的明显。总有一日，他萧炎也一样要达到元尊那般的高度，登顶神界之巅。而望着神元宫之人的离去，上古圣主也是欣慰的一笑。神界中能够诞生出如此惊艳绝伦之辈，真是一大好事，想必一定能够复兴神界。然后转头看向萧炎道：“大神技古通化灵阵，须以神力灌顶相传，如此你不仅能够获得其中的修炼之法，还能够获得我诸多的修炼经验，这样也能够在最快的时间里对古通化灵阵的修成。”这种以神力灌顶的方法对于萧炎而言也是有好处，但如此一来的话，对于施展灌顶之人则是有着巨大的损伤。但对于现在已陨落的上古圣主而言，那种损伤显然也就不是那么在乎了。对此，萧炎的心中也是有些感激的点了点头。不过想要将这古通化灵阵的封印之力施展到极致的话，我建议你突破天位神后再使用，不然以你现在第三序列神的神力，是无法彻底的催动古通化灵阵，甚至还会被其中的封印之力所反噬损伤。闻言，萧炎也是暗感震撼，没想到想要施展大神技的全部威力，必须要达到天位神那等领域才行。不过对于萧炎来说，也不很着急施展这道大神技，毕竟当初上古圣主能够以这道大神技封印堪比5重天位神的魔物，自然能够知晓此大神技的强大威力。难怪当初的上古圣主能够凭借这一道大神技抗衡封印了灭神府诸多的魔物，这一战也算得上是封神一战了。不过现在的萧炎虽然处于第三序列神的层次，距离那天位神还有几步之遥，如果是对与其他神之交子，或许需要非常久的时间。而对于萧炎来说，则是完全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因为身怀焚神诀，能够吞噬大咒中的9大神火，以此炼化吸收神火中的火神本源，提升自己的神力修为。比起修炼神元之气的那些修炼者来说，那提升神力修为的束缚简直是有点变态。如果没有焚神诀这等变态神法，即便萧炎对于自身的天赋有着极大的信心，按他估计，如果正常的修炼，他想要突破也得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突破到天位神。但有了焚神诀，那么就如虎添翼了。不过必须要找到神火，才能加快的提升自身的实力。而下一道神火，萧炎早已经锁定万兽神界了。上古圣主瞧得萧炎的神色也是淡淡一笑道：“你既然是我的传承者，那我自然是会为你争取最大的机缘。你天赋卓绝，而且底蕴雄厚，神力稳固，体内还有着奇特的力量。我现就为你灌顶，助你完成对我这道大神技的领悟修炼。准备好了吗？”晚辈准备好了。萧炎当即应了一声。下一刻，上古圣主屈指一弹，双指之上闪烁着无尽神光，犹如是充满着神性，有着勃勃生机之气。一道光束则是射入萧炎的眉间之中，很快这道神光自萧炎的眉心处扩散出来，眨眼间便是将其身躯尽数笼罩。而萧炎的身躯也是在此时剧烈的颤抖起来，他感觉到一股庞大如星辰般的信息正疯狂地涌入他的脑海中。由于那股信息的庞大，几乎是差点瞬间让得他的脑海炸裂开去。不过好在萧炎的意志力极其坚韧，他硬生生地给承受了下来。在脑海这剧痛之间，其深处突然有着神光凝聚而起，神光之中有着道道字体悄然成型，古通化灵阵。神光之字凝聚又散，紧接着便是那玄之又玄的星诀流淌而过，而且其中还拥有着大量上古圣主所修炼时的经验以及感悟。萧炎的心几乎是在顷刻间就沉入了那玄妙的星诀与感悟之中。如此玄妙的大神技，简直是他从未所见。此等大神技对于天赋的要求极端的苛刻，但所幸萧炎本身的天赋也是极其的变态，再加上古圣主以神力灌顶，附带着毕生的感悟，否则的话，即便以萧炎的天赋，也无法在这短时间内给揣摩出来。而如今借助着上古圣主的感悟，他犹如是得到了最好的指引，那些诸多无法领悟的玄妙点，也是有着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这里的萧炎也是颇为的庆幸，若非是上古圣主愿意以神力灌顶，以他如今的实力，恐怕就算是得到了这道大神技，将其修炼，也起码得消耗很长的时间。此前自己所获得的那千影归一尺，如今也还没能彻底的领悟，只能施展出600道持影。如果将其全部领悟的话，还需要一些时日。紧接着，萧炎沉浸在感悟古通化灵阵那玄妙之中，仿佛不知时间流逝，那晃眼间似乎是过去诸多岁月一般。以你如今的实力，仅只能感悟古通化灵阵的玄妙，还无法真正的将其修炼而成，所以不需在此时消耗太多心力，一切都需等你日后突破天位神的领域时，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而就在萧炎沉静的难以自拔时，突然有着一道洪亮的声音在其脑海之中响彻而起，直接是将萧炎惊醒，双目也是陡然睁开。当即，萧炎的脑海迅速清明，感悟了这道大神技的庞大信息，也是暗自骇然，还真不愧是大神技，这才仅仅只是感悟了一下，就差点让得他失去本心，难以自控。若非上古圣主及时提醒，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在这个时间的长河中沉浸多久才能出来了。多谢前辈提点，萧炎感谢道。上古圣地中的传承以及神奇宝物也都差不多被你们全部扫空了，那么我也该彻底的消散于这天地间了。上古圣主微微一笑，然后其目光扫向了在场的那些神势力之人。小北，日后必定为我上古圣地报仇。说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上古圣主的那道身影开始变得虚幻起来，最后化为无数道光点，消失在这天地间。萧炎望着消散而去的上古圣主，没有说话，气氛沉闷压抑。过了许久之后，那沉闷的气氛才收敛了起来。然后他看着不远处的白炭道：“白炭兄，我们也走吧。”白炭则是点了点头，回答道：“好，既然猪龙剑已经获得，那么我族也算是有救了。”他身为祖龙族之人，自然知晓他们这祖龙族在万兽神界中的遭遇。当年祖龙族的那位祖龙下落不明，导致祖龙族群龙无首，接下来的日子都被诸多圣兽族的那些野心勃勃之人盯上。一旦将祖龙族剔除三大神兽族之后，他们定会借势代替祖龙族的三大神兽族位置。而且这些还并不重要，重要是那神龙族对祖龙族的威压，才是令祖龙族最忌惮不已的。所以这一次白炭出来，为的就是寻到猪龙剑，压制住神龙族以及其他神兽族。有了猪龙剑，可以达到暂时压制万兽神界中的那些神兽血脉。况且这一次除了猪龙剑之外，还有着拥有祖龙血脉的传承者萧炎。如此一来，他们祖龙族必定会重新崛起，达到巅峰时期。届时就算是神龙族，也不敢像现在这般如此嚣张。萧炎的目光也是最后的看了看这片天地，曾经这里乃是一方超神势力的地狱，然而如今变成了残破不堪的空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里怕是会被人慢慢的遗忘。感慨了一番后，萧炎以及白炭二人望着天际，然后对着自己眼前的一片空间处手臂一挥，顿时这里的空间直接被撕裂开来，一道空间裂缝便是出现在二人的身前。接下来萧炎要去的下一个地方就是万兽神界了。万兽神界，我来了。萧炎心中一声呢喃。不过从这里前往抵达万兽神界需要花费2个月的时间，距离还是有些遥远的。而这一次萧炎在上古圣地中获得如此诸多的神器宝物以及传承，可谓是大丰收啊。可以说这一次的上古圣地之行，萧炎便是最佳获得宝物之人，得到了4重天位神的传承。虽然萧炎还没查看那究竟是什么强大的传承，但是按照估算，肯定也是那位4重天位神的精髓。身上又身怀72大神器，排名前10的上古镇魔塔和猪龙剑，以及一道大神技的感悟，让得各大神势力之人都羡慕嫉妒不已。萧炎与白炭看着眼前的空间裂缝，便是直接踏入其中。随着他们二人的身影消失在空间裂缝后，那空间裂缝也是渐渐的消散而去。望着萧炎离去的身影，在场的那些各大神势力之人也是有些感叹。其实他们很想去萧炎身上抢夺这些神器宝物传承，可是经过这次的上古圣地一战后，他们也发现了此子不简单，其天赋更是毋庸置疑。此前又与神元宫之人也有着一些关系，怕是日后这小子毕竟会成为第1等级世界中的佼佼者。特别是萧炎还收服了一道神火，以及体内的那股奇特的神秘力量，再给他一些时间成长，应该很快就能够突破序列神之上的神境领域。诸位，既然上古圣地之行结束，我等就先告辞了。此时剑神宗、九黎宗、赤血宗等宗主对着其他神势力宗主拱手示意后，也是对着自己前方的一处空间袖袍一挥，空间裂缝出现，然后踏入其中。此次在上古圣地中击杀了归义宗宗主，也算是为我们各大神势力除去了一道隐患。只是没想到这归义宗宗主的野心如此之大，竟然妄想要统治我们。九黎宗的宗主黎楚也是回过神来，感叹了一声，显然他也是对萧炎的机遇有着羡慕。不过既然这些机缘不是自己的，也不会去强求。或许这也是他活该吧。如果要不是他碰了魔物的力量，恐怕也不会死。暗圣宗的那位宗主发出低沉之声，显然对于归义宗宗主的陨落也是罪有应得，就是因为他触碰了不该碰的东西。如果这一次归义宗宗主没有陨落，日后恐怕也不会和谐他们这些神势力，必定会想办法实现他那恐怖的野心。所以归义宗宗主的陨落对于他们也是一件好事，从此前10神势力之一的归义宗也将彻底的消失了。哈哈，那么我们也告辞了。剑神宗宗主一声大笑，虽然没有获得一些强大的神器宝物传承，但是也在其中收获不少，只是相对比起萧炎那一份，自然是小巫见大巫的。然后各大神势力之人便是纷纷告别，道道笑声传出。很快他们的眼前空间撕裂，数道身影皆是踏入其中。随着众神之的全部离去，上古圣地也是再度平息了下来，唯有着一些浪潮翻滚碰撞时的哗啦水声回荡在这天地之间。上古圣地之行伴随着各大神势力
这些神之强者的回归，也是不出意外的，在各大神势力之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归义宗宗主陨落，来自第3等级世界的萧炎获得上古圣地之主的大神技传承以及2道神器。更是让人震惊的是，归义宗宗主那可怕的野心，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释放出魔物的力量，提升自己的实力，竟是要统治他们这些神势力，成为神势力之首，甚至还要往超神势力前进。不过最后被上古圣主抹杀，更多神势力听闻并不觉得惋惜，然而觉得归义宗这是活该。而被归义宗宗主释放出来的魔物，更是差点灭了6大神势力，就算是上古圣主也不是其对手。谁都没想到这一次的上古圣地之行竟然会引发这般灾难。如果最后神元宫那2位主母现身，前去的这些各大神势力皆是会在其中陨落。想到这里，都是让所有人不寒而栗。能够一手同时剿灭6大神势力的那魔物，怕不是他们这些神势力的神指强者能够对抗的恐怖存在。但好在的是，那令人惊悚的一幕终归是没有出现。而此事传开，倒又是让的神元宫的声望变得更为让人敬仰无比。这个超神巨擘势力的创立时间也就数万载，却是早已登顶神界之巅。只要有人听到神元宫3个名字，都是带着极为恭敬与敬佩之意。那6大神势力在回归之后，从上古圣地之中所获得的那些神器传承也是有着不少。自从归义宗那宗主的野心事件发生之后，各大神势力上下皆是进入严格的修炼状态，就连各大神势力的宗主也都是选择闭关修炼一段时间。如今他们宗主级别的实力基本都在3重天位神，面对着一名4重天位神时，根本不是其对手。特别是那6大神势力的宗主，他们非常的清楚，此次在上古圣地获得的传承，将其领悟的话，能够让他们距离4重天位神的领域更近一些。所以在这种特殊时期的情况下，各大神势力都开始加强自身的实力与抵御，为的就是以防万一。如今已经吩咐好宗内的诸事，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抓紧时间提升自身的神力修为，并且朝着4重天位神的领域推进。于是在接下来的近1月的时间中，大家都是在闭关之中度过，就连萧炎也是如此。毕竟萧炎拥有焚诀空间，只要将意识进入其中便可以修炼。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萧炎也是将上古镇魔塔以及朱融剑都研究了一番。果不其然，催动神力灌入这2大神器中的时候，竟是能够爆发出无穷无尽的威能。但是由于萧炎的神力修为还只是第3序列神，所以无法将上古镇魔塔和朱融剑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对于那道大神技也有着一丝钻研，此阵法如果修炼大成时，就算是5重天位神都会被封印其中。这也是这段时间里萧炎在焚诀空间中从这道大神技中琢磨出来的惊喜发现。不过这一切都需要自己突破天位神的领域后，才能彻底的将其施展出来。这般收获对于萧炎而言简直是喜出望外，毕竟他对于这道大神技的古道化灵阵也是十分的垂涎。毕竟能够将一名5重天位神的超级神指都封印的话，这一道大神技又是成为了萧炎的一个大底牌，日后面对极强的对手时又会多了一个绝招。距离萧炎抵达万兽神界还有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在这最后的时间里，萧炎也不会偷懒，这是继续在焚诀空间中修炼。毕竟到时候还要面对曾经祖龙的那些对手，那些存在的神指强者可不简单。与此同时，在距离万兽神界极为遥远的另一个超级神界，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超级黑洞，只不过超级黑洞内的气流极其的平稳，不需要任何的方舟便是可以轻松的通过。而在这超级黑洞的尽头处，乃是一片明朗，这里的世界极其的广阔无边。此时在一处金色云海之上，那里却是有着一个更加神圣的世界，充满着战无不胜的神威，着实让所有神指都想要追逐的地方。这里正是第1等级世界中的无数神势力以及一些超神势力都要想方设法加入其中的神指联盟。在这金色云海之上的那片充满战无不胜的神威且又神圣的那方世界，也就是神指联盟那所谓的9域天神阁。而在金色云海的四周有着无数的天桥，连接着那中央那一方神圣世界，也就是9域天神阁。在如此遥远望去时，就极其的震撼无比，也看清晰的看到其中有着9大域天，每一个域天之中都有着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神指在那其中，而这些还只是神指联盟的表面底蕴实力罢了。这9大域都有着一位掌管者，而这些掌管者就是神君。当然这9大域有着高低层次的划分，在这9大域中，9域天是最低层的一域，而在9域天之上便是8域天，8域天之上就是7域天，以及类推上去最强的一域乃是大域天。这9大域的世界其庞大程度足以是一个神之大陆的面积，能够容纳非常多的神指强者。而且最惊讶的是，在那片神圣世界里散发出来的神元之气，那浓郁程度简直超乎了他的想象。比起任何一个神势力甚至一些超神势力之中的神元之气来说，这神指联盟中的神元之气简直可以用粘稠2字来形容了。就算那些神之强者如果在这里修炼的话，即便天赋一般或是再差，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修炼，一样能够变成一位足够强的神指强者。因为每一次呼吸间都仿佛能够感觉体内的神元之气在跳动攀升，这种现象恐怕只有在这神指联盟这等巨无霸之中才会实现。所以也就是为什么第1等级世界的无数神势力和一些超神势力都想要加入其中原因之一。此时
但那金色云海的附近竟是有诸多身影，他们穿着统一的衣袍，不过其中确实有着个别不一样的衣袍穿着，而这些穿着不一样衣袍的身影，就意味着在他们在神指联盟之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而地位也代表着实力。这里的天桥宗总共有9个，而这9个天地则是有着9种颜色，其上还写着每一个天梯所通往的世界，这些字分别是9域天、8域天、7域天等这些字样。这9个天梯代表着通往9大域中的每一域。此时有一艘超级方舟则是朝着通往9大域天中的9域天那天梯缓缓驶去，而这艘超级方舟正是1个月前从天神山出发到此。在这艘超级方舟上有着10几道身影站立于甲板之上，这些身影皆是非常的熟悉，他们正是获得招揽神会前10名额的获胜者，拥有可以进入神指联盟的资格。其中灵动牧尘以及天星主站在一起。随着超级方舟驶上这天梯后，他们定睛看了看这天梯，灵动牧尘等人便是发觉有一股强大的吸扯之力，将他们所乘坐的超级方舟飞快地向前吸去。虽然9个天梯错综复杂，不过却是井条有序，根本不会走错天梯之类的事情发生。只不过他们所要去的乃是9大域天中的最低层，也就是第9域天，那里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虽然只是前往了最弱的9域天，可是就算如此，在这9域天中的神之资源都是很多神势力都比不上的。半晌之后，超级方舟上的众人终于是感觉脚掌踏在了地面之上。进入9域天之后，眼前的画面便是瞬间有着变化，仿佛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无数超级方舟悬浮9域天的虚空边缘，下方则是有着诸多的身影飞行着，人流非常之多的来来往往，格外的热闹。不过这里的天空昏暗偏红，有一种血腥之感，似乎这种颜色的天空更容易让大家激起内心的战斗欲。所以9域天仿佛一直都在黄昏里，而在他们面前乃是一座巨大的古城，伫立在整个9域天之中。不过显然这片9域天里可不止这一座古城，在这9域天中足足有10座这样的巨大古城，古城中还有着诸多的古殿、分殿等壮观的建筑，而且这些建筑的材料也非同一般，并不是普通的材料建造，而是神界中的一些稀有的特殊材质。且不难发现，这些特殊的材质竟然有着一丝可以聚集天地间的神元之气，令得这里的神元之气更加的浓郁粘稠。难怪联盟能够成为第1等级世界的巨无霸存在，不仅底蕴实力浑厚无比，就连里面的这些建筑都是如此的令人震撼。这里不仅有数十座古城，还有着山脉林立，而且这些山脉中有着诸多外界都没有的稀世珍宝，其画面都是极为的壮观。神元之气的直接可以用粘稠来表达了。比起外界，这里只有多没有少，难怪有那么多神势力，甚至还有一些超神势力都想加入这神指联盟之中。看来神指联盟并不是虚名，而是实打实的丰富资源供给这些联盟中的成员修炼。就算一名修炼者在这里不怎么修炼，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体内的神力也会有所提升。这就是神指联盟的恐怖之处，吸引着3大神界的那些强大神之以及那些神势力、超神势力等加入其中。也就是因为如此，神指联盟的实力底蕴也越来越强大，成为第1等级世界的巨无霸。这艘来自天神山的超级方舟上那些身影，看着下方川流不息的人流，简直是打破了他们的原本想象。这种想象更是超过他们的想象之外，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神指联盟竟是可以达到这样的可怕程度。那么虽然他们经过此次招揽神会的筛选，成为前10名的优秀胜利者，但是在这神指联盟之中，不管这些前10名额的胜利者如何优秀，也都远远比不上9域天中的那些神之天骄。毕竟们可是从小就在这里修行，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超越这些胜利者了。所以待得这艘超级方舟驶进9域天后，也并不是受到什么关注。各位，这里便是神指联盟的9域天了。虽然是9域天神阁的最底层，但是这里的资源比起外界都是乃是天壤之别。如果你们日后能够在这9域天中脱颖而出，那么就有机会进入8域天，甚至更高层级的域天之中。那么至于其他域天中的神之资源，比起9域天更是能够让你们想都不能想象的存在。那丰富的神之资源，日后必定让你们成为第1等级设计中的佼佼者。此时超级方舟上的那位接引天神山这10位胜利者的神使开口说道，声音虽然不大，但是传入这些前10名胜利者的耳朵中时，那是相当的炸裂与震撼。这神指联盟果然不是盖的，仅仅是9域天神阁的最底层9域天就有着如此令人不敢想象的资源，那么其他高层级的域天岂不是？见到这些前10名优胜者的脸上那震撼的神情，这位接引他们的神使也是露出一抹笑容，然后接着道，待会我们会送你们先去9域天中的神使候选阁。神使候选阁，他们一听便是传出疑惑之声，其中灵动、牧尘、天星主皆是一脸好奇，对于这什么神使候选阁并不知晓。神使的眼眸中则是闪过一丝光芒，然后对着眼前这些刚进来神指联盟的新神开始讲解道，神使候选阁顾名思义就是针对你们这些新来到神指联盟，则是被称之为新神。那么每一届来我们神指联盟的新神都必须要来到神选候选阁中参加神使候选。如果你们能够在神使候选之中再次脱颖而出，那么你们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神指联盟的新神使，就像我一样的身份。听到这里，
这数十道身影竟是有些兴奋的惊呼出声。新神使，对于神使的身份，他们也是知晓。神使的身份并不简单，所以如果能够得到这样的身份，在神指联盟之中，简直可以如虎添翼。因为日后如果说想要进入更高御天之中，都需要获得神使这身份，达到一定的要求门槛，才能有资格进入。不然以使者或者是以普通身份，皆是不能进入更高层级的御天中。这神使的身份对每一个星神都极为的重要，所以对于星神也都是势在必得。但是你们也不要高兴太早。如果说你们没有在神使候选阁中取得有效的成绩，那么你们将会被贬为使者，那么你们的神力也会被我们神指联盟剥削，降低至准神境。你们虽然能够成为神指联盟的一员，但是你们会低人一等。当然，使者之间也同样有着竞争，而每万年在这些使者中也会展开准神使的候选。一旦实力达到使者中的前3，那么就会将你们此前的神力重新赋予你们。如果不想被剥夺神力，成为使者也是可以。那么这类新神将会被列为普神，不管以后如何强大，皆是只能留在9御天之中，无法前往其他更高层级的御天中。闻言，这些星神也是听懂了其中的意思。他们参加这神使候选阁的神使候选，如果最后没有在这一次候选中脱颖而出，那么就会被剥夺神力，成为使者。虽然成为使者的实力会跌落至准神境，但每万年都会展开一场准神使的候选。如果在这些使者中获得前3名，那么他们就会重新获得新神力，并且成为神使，就有机会进入更高层级的御天。